三大君王的步伐沉稳而坚定，继续朝着深处进发。他们的每一步都踏在这里的星光上，宛如引导着萧炎他们在这方大世界中的探索。同时，萧炎他们也在刚刚神君王的口中了解到，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是神皇尊上一手所造化。这片充满着无数星光的大世界，虽美得如同梦境，却隐藏着神皇尊上的那道造化规则之法。相当于他们现在就在神皇尊上的规则之中，就像是在对方设好的囚牢中，在这规则的囚笼中，他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心中的微澜，也逃不过造化大能者的洞悉。只要对方愿意，他们都会在一瞬间全军覆灭。这就是造化大能者的规则力量。随着他们的愈发深入后，他们所看到的星辰所散发出的光芒也是极柔又神秘无瑕。萧炎轻轻一抬手，仿佛能触碰到那些星辰光点，然而他非常的清楚，这一切不过是规则力量幻化而出的景象。他们每一步所踏都是神皇尊上意志的投射，宛如走在刀尖上，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不过好在神皇尊上并非是他们的敌人，所以萧炎他们对这一点还是比较放心的。很快，他们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了这方大世界中的最中心区域内。他们抬起头，便是看到在那遥远中心区域的苍穹之上，悬浮着一座巍峨的神塔，如同刺破长空的利剑，高耸入云。神塔之身由无数晶莹剔透的玉石镶嵌而成，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宛若天穹最璀璨的星辰。它静静地悬浮在那里，散发着威严而古老的气息，让人不敢直视。众人仰望着这座神塔的时候，只感觉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他们的全身，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们能感受到从神塔中传来的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那是一种造化的力量，是能够令无数大道主神都得敬畏有忌惮的一样东西。即便是萧炎、灵动沐尘和花仙子云云体内的大道神力，在这股神塔所散发出来的恐怖力量面前，如同沧海一粟，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那是什么东西？众人听了的前进的身影，站在虚空之中，目露惊骇之色地盯着那遥远天际上的那座巨大神塔。而魅君王站在众人之前，目光深邃，声音带着一丝庄严，道：那是神皇尊上的玲珑神塔，是12大造化神器之一，神皇尊上此刻就在其中。魅君王的话语刚落，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加扭曲，开始对这神州皇国的底蕴又要重新估量了。造化神器，那可是在整个大宙之中也就12个，都是传说中的造化存在，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力量。如今竟然又在皇国之中看见了造化神器。之前在神脉会中，他们竟然还将造化神器拿出来拍卖。虽然那造物圣典并不是完整，但也是造化神器之一，能够将造化神器拿出来拍卖的，可想而知是多么恐怖的底蕴。而且他们眼前的那座巨大神塔，其表面上散发出一道道恐怖的神韵之光。玲珑神塔四周空间似乎因为它的存在而扭曲，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而沉重。整个中心区域除了那座玲珑神塔，再无其他之物的存在，它就像是这片天地的主宰，孤独而又绝对。在这座玲珑神塔面前，众生皆是尘埃。走吧，神皇尊上已经在玲珑神塔内等候多时了。神君王一开口，萧炎等人如同利剑一般，直指玲珑神塔之中。空气在他们身边扭曲，仿佛空间都难以承受他们的速度。当他们接近玲珑神塔的那一刻，那里的光线开始变得异常，萧炎、灵动沐尘等人的身影在那异常光线的扭曲中逐渐的模糊，直至众人所有的身影都消失不见。下一瞬间，他们已经置身于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宫之中。高大的殿堂，琉璃瓦顶，雕梁画栋，无不透露出一股皇者之气。殿堂中央，一尊宏伟的神像端坐其中，神光照耀，令人不敢直视。同时，那座神像之中有着无比磅礴的玄妙大道能量在其中汇聚成河，如同数十条神秘的气流，在这座皇宫的每个角落里游走交织，形成一个又一个绚烂的大道光华。萧炎的目光在这些大道的能量流上游移，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震惊。这些是大道，而且这里竟然足足有着数十个大道之法的存在。而且萧炎能感受到这数十个大道的能量蕴含着大宙间最古老最深邃的玄妙气息，这些大道共同构成了这个万千大道中的其中一道。突然间，萧炎、灵动沐尘等人在感应到这里的大道之时，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自皇宫的深处传来，他们心中一紧，知道这股应该就是神皇尊上的气息。伴随着他们的心跳加速，他们朝着皇宫的深处走去，穿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长廊，每一步都更加接近那敬畏强大最强的存在。最终他们来到了一处宏伟的皇宫的大厅，而刚刚那股强大的气息就是从大厅的深处传出，他们视线立刻投射而去，却被那大厅尽头的一道神圣的皇座所吸引。在那皇座之上，隐约可见一道身影端坐，他的周身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既虚无缥缈，又让人心生敬畏。那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仿佛天地间最玄妙的大道之法，在他的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只是昙花一现后永坠深渊。
好恐怖的气息压迫！萧炎、灵动、沐尘花仙子、云韵等众人在这股气息面前，感受到了大道的渺小与无力，仿佛他们的努力在这一刻化为了尘埃。他们也立刻止步，在他们身前的三大君王对着皇座之上的那道被神秘光环笼罩的身影齐声高呼：“见过神皇尊上！”三大君王的声音在皇宫的大厅中回荡，带着3分敬畏与7分虔诚。萧炎等人也俯下身子，深深对着这方皇国的国主恭敬一拜，内心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既有对这位神皇尊上的实力震撼，又有对神皇尊上的崇拜。在这肃穆而庄严的气氛中，皇殿内的每一寸空间都显得无比神圣，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来自神皇尊上的威严与神性。而萧炎他们则在这份威严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战力与震撼。这股级别的压迫感，之前只有在神冥界之王的通天司神前辈那里感受过。如今，这样一个级别的存在，除了神冥界之王外，竟然还有这位神皇尊上，而且还是9大界最强的战力天花板。其实换一句话说，9大界能够诞生这么一位神皇尊上，也是一份极大的荣耀。在千万年之前，9大界虽为大周的下界，但也不惧上界那些神族势力。而由这位神皇尊上一手创建的神州皇国，即便是那些上界的神族势力，也都有着抗衡之力。在那个主神横行的时代中，神皇尊上也是一位顶尖的大能者。大厅内的气氛庄严肃穆，即使是轻微的呼吸声也显得格外清晰。皇座上的身影仿佛在沉思，对下方的喧嚣充耳不闻。然而，那种不动如山的姿态，却让人更加感受到它的存在，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令人生畏而又心生向往。你们3位便是无上的传承者，体内的神物集于一身，看来你们就是被他们选中的真正天命之子。这时，坐在皇座上的身影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的每一个字都如同敲打在众人心灵深处的钟声，回荡不息。而他周身的神圣光环也在话音落下之际彻底的消失不见，他的真面目也尽收在众人的目光中。随着朦胧光环褪去，一位男子身披龙皇之袍，金丝绣腾飞之龙，每一缕金线都仿佛蕴含着浩瀚的力量。他的头顶上戴着一顶皇冠，其上镶嵌着璀璨的宝石，光芒射向四周，宛如繁星点点，令人不敢直视。他的目光如深邃的星空，那是一种超越尘世的深沉，仿佛能洞悉人心最隐秘的角落。他的存在本身就像是一股无形的波澜，哪怕是最轻微的动作，也能引起周围空气的微妙震动。那是一种只有实力达到造化极限主神后才有的威严，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深深的压迫感。在场的众人，无论身怀何等绝技，此刻都只能低下头颅，心中暗自承认，在这男子面前，一切力量似乎都黯然失色。而他千万年之前9大界的最强战力天花板神皇尊上，你们的天赋的确很强很强，年纪也就100岁，竟然就已经突破到大道之境。在整个9大界之中，除了被他们选中的传承者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位修炼者可以达到你们这样的一个新高度。神皇尊上在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身上满意的扫过，然后看向了一旁的云韵和丹神塔一众人。然而仅仅在这一眼之下，他便看出了他们心中的所有秘密。花仙血脉，你是圣花殿的新任花仙子。而当神皇尊上知晓云韵是花仙子的时候，神色在所有人都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出下了微微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只有他一人知道。云韵的心中也是波澜起伏起来，才第一次与神皇尊上见面，就被对方看穿了自己的花仙血脉和身份，他的实力究竟是何等的恐怖。神皇尊上，我正是新任的花仙子云韵。云韵也姓云。神皇尊上那双挖如星空的眼眸意味深长地盯着云韵看了好一会儿，而后便是离开，把视线在云韵的身上移开了。你们修炼的都是丹道，修为底蕴可以足以冲击以及领悟完整的大道，只可惜现如今的万千大道沉寂，导致你们的道法无法有在精进。如果能够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的实力突破迈入大道之境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神皇尊上的话语直接让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们纷纷有着感触，他们已经止步于半道神之境很久很久了。一直以来，他们尝试很多种方法去领悟完整的大道之法，可是最后依旧是失败而告终。而现在，他们的修为和实力被对方的一眼扫荡下就被看得清清楚楚，暴露无遗。这难道就是9大界最强战力的天花板级别的恐怖存在吗？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脸上挂着对神皇尊上的恭敬之色。